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关于一对台湾和大陆的夫妻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误解，以及最后的惊人反转。说起两岸婚恋，可真是有太多不同了。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情侣，发现两岸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异特别大。大陆这边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很多人喜欢有钱就是要花面子工程，买名牌、豪车、大房子，非常注重外在表现。而台湾那边虽然经济也很发达，但很多人更注重低调务实，有钱不一定要显摆，反而很多富人家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今天要讲的这对夫妻就是这样。女方小芳是重庆人，在一次商务旅行中认识了台湾男生阿伟，两人交往没多久就闪婚了。小芳决定去台湾生活。丽姐，我跟您说，我家阿伟条件还不错，在台北有自己的公司，就是有点小气啦。刚结婚那会儿，小芳经常这样跟我抱怨。小芳从小在重庆长大，家里做生意，条件优渥，平时购物从不看价格。而阿伟虽然是公司老板，却开一辆10年的老车，穿的衣服也都是简单款式，逛超市还会精打细算比较价格，这让小芳很不习惯。她真的太节省了。我们结婚1年了，她连一个像样的包都没送过我，朋友聚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嫁给台湾人，感觉好丢脸啊。小芳委屈地说，刚开始小芳以为阿伟是事业刚起步，所以比较节约，可是慢慢的她发现不对劲。阿伟公司规模不小，员工有20多人，业务也做得不错，为什么生活这么抠门呢？更让小芳难堪的是，第一次带阿伟回重庆见父母，阿伟的表现让小芳家人大跌眼镜，这就是你家的台湾老公啊，看起来这么普通。小芳的舅舅毫不掩饰地说，我以为台湾女婿会开名车戴名表呢。是啊，我听说台湾经济不行了，很多人都过得紧巴巴的。小芳的阿姨也插嘴道，饭桌上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阿伟形容得像个穷酸鬼。最让小芳受不了的是，阿伟居然一点都不生气，还笑呵呵地说，是啊，我们那边消费高，工资低，所以要精打细算一点。回台湾后，小芳和阿伟大吵了一架，你就不能有点面子吗？被我家人这样说也不反驳。小芳气愤地说，有什么好反驳的？他们又不是故意的。阿伟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都替你感到丢脸。你知道回来后他们怎么说吗？说我嫁亏了，嫁给了一个没本事的台湾人。阿伟笑了笑，说，那你要不要离婚啊？这句话彻底惹恼了小芳，她决定回重庆冷静一段时间。回到家后，小芳的父母看她闷闷不乐，以为是阿伟亏待了她。我早就说了，台湾那边没什么好发展的，你非不听，现在知道后悔了吧？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小芳没有辩解，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年轻人追求的就是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豪车、名牌、高档餐厅是社交的基本配置。她的闺蜜们结婚后，老公不是送豪车就是送钻戒，而她呢，结婚1周年礼物是阿伟亲手做的木质相框。你知道刘思思的老公送了什么结婚周年礼物吗？50万的钻石项链。小芳对着妈妈抱怨，而阿伟连个金首饰都舍不得买。那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考虑回来？妈妈担忧地问。小芳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就在小芳纠结之际，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一切。阿伟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公司有些文件需要小芳签字，因为阿伟有些项目登记在小芳名下。等等，什么项目登记在我名下？小芳困惑地问。就是上个季度收购的那个科技公司和2栋商业大楼啊。秘书理所当然地回答。阿伟没告诉你吗？小芳震惊了，她完全不知道阿伟还有这些产业。带着疑问，她决定立刻回台湾问个明白。刚到家，小芳就直接质问阿伟，你有多少资产是我不知道的？阿伟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终于要问这个问题了啊。接下来的对话彻底颠覆了小芳的认知。原来阿伟家族在台湾是低调的富豪，拥有多家科技公司和大量房产。阿伟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却被教育要低调做人，不炫耀财富。在台湾，很多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阿伟解释道，我爸爸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每天还是骑电动车上班。我们不认为开豪车、戴名表就代表成功。小芳傻眼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以为你嫁给我是因为爱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财产。阿伟认真地说，而且我也想看看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只是喜欢物质生活。这一番话让小芳羞愧不已，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被大陆这边的炫富文化影响太深了。那我们去重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让我的家人误会你？我不觉得有必要向不了解我的人证明什么。阿伟平静地说，真正重要的人会慢慢了解真实的我。小芳沉默了，她开始反思两岸文化的差异，以及自己对物质的执着。就在这时，阿伟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是他名下所有资产的清单。小芳粗略一看，至少有上亿台币。而这些年来，阿伟一直默默地将一部分资产转到小芳名下，包括几处房产和公司股份。我从来没想过要隐瞒你什么，只是觉得钱财不是最重要的。阿伟说，但既然你这么在意，那我们坦诚一点，这些都是你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你能有安全感。小芳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从来没想过，看似普普通通的阿伟竟然隐藏着这样的实力。而更让她感动的是，阿伟从未用财富来约束她，反而默默地为她铺好了安全网。对不起，我太肤浅了。小芳抱着阿伟哭诉道，没关系，文化差异嘛。阿伟轻抚着她的头发，我们慢慢来，总会找到平衡点的。这件事之后，小芳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社会和台湾人的价值观。她发现台湾虽然地方小，但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很多富人家庭生活简朴，却在教育、医疗和公益上投入巨大。他们注重生活品质，而不是外在光鲜。慢慢的，小芳也开始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她开始学习投资理财，参与阿伟的企业管理，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最让小芳印象深刻的是，当她带阿伟再次回重庆时，那些曾经嘲笑阿伟穷酸的亲戚们，在得知阿伟的真实身份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阿伟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什么投资机会不？舅舅热情地搭着阿伟的肩膀，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了，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内部股啊？阿姨也凑过来问。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热情，阿伟依然保持着谦和的态度，既不骄傲也不鄙视，这更加坚定了小芳对丈夫的敬佩之情。你看，这就是差异。回酒店的路上，阿伟对小芳说，在大陆，很多人认为有钱就要让别人知道，在台湾，我们觉得真正的富有是不需要向别人证明的。这句话让小芳陷入了沉思。或许两岸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也造就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但无论如何，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跨文化婚姻的基础。人们常说台湾经济不行，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位居亚洲前列，社会福利完善，医疗水平世界领先。只是台湾人不喜欢高调炫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内在充实。这种低调内敛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不行了。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跨文化婚姻中，了解彼此的价值观比物质条件更重要。不要被表象迷惑，真正的富足是心灵的富足。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下一次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两岸婚恋故事。我是丽姐，我们下次再见。话说回来，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呢，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故事才刚刚开始，精彩起来。之前我们讲到，小芳发现了阿伟的真实家境后，心态有了很大转变，但是要完全融入台湾社会，适应那边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丽姐，我现在真的很矛盾。有一天，小芳给我打视频电话诉苦，我知道阿伟家很有钱，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我很不适应。他爸妈住在几千万的豪宅里，却自己洗衣服做饭，连个保姆都不请。我笑着告诉他，这就是台湾富人的生活哲学呀。他们讲究的是勤俭持家，认为财富是靠自己双手创造的，也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而不是依赖别人。确实，台湾富人的低调不仅仅是不炫耀，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认识不少台湾企业家，身价上亿，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们省下的钱，要么投入到事业发展中，要么用于社会公益，要么留给下一代，而不是用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小芳慢慢开始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内涵。有一次，阿伟带她去参加一个企业家聚会，现场很多身价不菲的台湾商界精英。令小芳惊讶的是，这些人西装革履，却没有名牌标识，女士们的首饰也很简单。整个聚会氛围不像是富豪聚会，更像是普通朋友聚会。台湾这边不像大陆，不会用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阿伟解释道，
这里更看重你的专业能力和人品。很多富商和普通人走在街上，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这种平等的社会氛围让小芳感到新奇又舒适，她不再需要为了维持人设而疲于奔命，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与此同时，小芳也开始接触台湾的创业环境。在阿伟的支持下，他开了一家面向大陆游客的旅行社，专门设计有深度的台湾旅游路线，不是传统的跑景点，而是真正体验台湾本土文化的深度游。我想让更多大陆朋友看到真实的台湾，不只是夜市和奶茶，还有那些藏在小巷子里的工艺店、百年老铺，以及普通台湾人的生活状态。小芳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这个旅行社很快就小有名气，吸引了不少对台湾文化感兴趣的大陆游客。小芳也从一个阔太太转变为一个有事业心的创业者，这让她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而阿伟则一直默默支持着小芳的事业，从不干涉，也不以金主自居。他尊重小芳的每一个决定，给予专业建议，但最终的选择权都在小芳手中。我最欣赏台湾男人的一点就是尊重女性，小芳经常这样告诉我。阿伟从来不会因为他赚的钱比我多，就觉得可以控制我的人生。在他眼里，我们是平等的伴侣。这也是两岸婚恋中经常出现的差异点。大陆这边受传统观念影响，有些家庭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而台湾那边男女平等的观念更为普遍，夫妻更像是生活和事业的伙伴关系。小芳的转变也影响了她的重庆亲友。起初，她的闺蜜们还笑话她嫁给台湾人变穷了，但当她们看到小芳夫妻恩爱平等的相处模式，以及小芳创业后的自信光彩，很多人开始羡慕起来。芳芳，说实话，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闺蜜小玲在一次聚会上对小芳说，我老公虽然给我买了很多名牌包，但从来不会像阿伟那样支持我创业。他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花他的钱就行了。是啊，我老公也是这样。另一个闺蜜附和道，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就是个花瓶太太，时间长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听着闺蜜们的感慨，小芳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初认为的不足，恰恰成了现在最宝贵的财富。阿伟给她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尊重和成长空间。不过，两岸婚姻也并非只有阳光和鲜花，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教育子女和家庭责任方面。去年，小芳和阿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男孩。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产生了不少分歧。我希望孩子能接受严格的学科训练，从小打好知识基础，将来考个好大学。小芳说，这是大陆家长的普遍想法，而阿伟则认为，孩子应该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兴趣爱好比分数更重要。还有对待长辈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大陆这边赡养父母往往是只接父母到自己家同住，或者经济上大力支持。台湾那边则更尊重老人的独立生活，精神陪伴可能比物质给予更重要。我妈妈想来和我们同住，帮忙带孩子，但阿伟说我们家太小了。小芳无奈地说，可我看他父母就住在附近的公寓，明明有能力买更大的房子啊。这些问题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文化差异。小芳和阿伟通过不断沟通，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比如，他们决定周末带孩子去拜访双方父母，平时则保持各自的独立空间。在教育问题上，既注重基础学科训练，也给孩子足够的自由探索时间。小芳的故事告诉我们，两岸婚恋中，双方需要打破刻板印象，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和生活品质，并不能简单的用有钱没钱来衡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穷，可能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有趣的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陆这边也开始出现低调富人的群体。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和面子工程，而是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责任。这或许是社会成熟的一种表现。我看过一项调查显示，台湾富人对子女的期望往往不是继承家业，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们注重家族理念的传承，而非单纯的财富传承。这种观念在台湾社会深入人心，也是台湾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回到小芳和阿伟的故事，他们的婚姻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充满挑战，但也是双方成长和收获的旅程。丽姐，我现在终于明白，阿伟的穷酸其实是一种生活智慧。小芳在最近一次和我聊天时说，她教会了我如何不为外界评价所困扰，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阿伟则笑着说，我也从小芳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适当展示自己的能力，让更多人受益，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看着视频那头相视而笑的两人，我不禁为他们感到高兴。两岸婚姻虽然道路曲折，但只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一样能收获美满幸福。对了，丽姐，我们下个月打算回重庆办满月宴。小芳兴奋地告诉我，这次阿伟决定高调一回，要在重庆最好的酒店宴请亲友。他说，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也是一种智慧。我笑着点头，这就是成熟婚姻的模样，既不是一方完全迁就另一方，也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找到彼此都舒适的相处之道。时光飞逝，小芳和阿伟的孩子阿宝已经3岁了。这3年来，他们的生活经历了更多起伏，但也收获了更深厚的感情和相互理解。小芳的旅行社业务蒸蒸日上，从最初的小型团队发展成为拥有30多名员工的中型企业。它独特的文化深度、有理念，吸引了越来越多对台湾真实生活感兴趣的大陆游客。丽姐，你知道吗？最近我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团队，全是重庆的企业家。小芳兴奋地告诉我，他们不是来台湾购物的，而是专程来考察台湾的环保产业和社区营造经验。这让小芳感到特别骄傲。曾几何时，她也像这些大陆游客一样，对台湾社会有诸多误解，而如今她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帮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阿伟的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去年，他的公司与一家大陆科技企业合作，开发了一款融合两岸特色的智能家居系统。这个项目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更成为两岸科技合作的典范。合作过程中有很多挑战，阿伟坦言，大陆团队习惯快速推进，追求短期效益，我们台湾团队则更注重细节和长期规划。一开始真的磨合得很辛苦，但正是这种差异，最终成就了产品的独特优势，既有大陆企业的创新活力，又有台湾企业的精工细作，这让阿伟对两岸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家庭生活中的挑战依然存在。随着阿宝的成长，教育问题成了两人讨论的焦点。小芳倾向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我想让阿宝从小学习钢琴和英语，打好基础。你看大陆这边的孩子，3岁就开始学这学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阿伟则坚持他的理念，孩子那么小，应该有更多时间去玩耍、探索。我们台湾这边的教育更强调兴趣培养和人格塑造，而不是一味追求技能和知识的堆积。这对夫妻为此争论不休，一度陷入僵局。转机出现在一次意外的旅行中，那是阿宝3岁生日。他们一家3口回重庆探亲，期间，小芳的表姐带着同龄的女儿来做客，2个孩子在一起玩耍，差异立刻显现出来。表姐的女儿会背唐诗，会说简单的英语，看起来更优秀。但互动中，阿宝表现得更独立，更有创造力。他能自己搭建复杂的积木结构，遇到困难也会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立刻寻求大人帮助。小芳的表姐惊讶地问，阿宝在台湾上什么特殊的早教班吗？怎么这么会动手，又这么有主见？听到这个问题，小芳愣住了。她突然意识到，阿宝的这些品质，正是源于阿伟一直坚持的教育方式，给予足够的自由和探索空间，鼓励独立思考。回台湾后，小芳和阿伟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我想，我明白你的教育理念了。小芳真诚地说，看到阿宝和表姐女儿的差异，我发现知识可以后补，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却需要从小培养。
阿伟欣慰地笑了，每种教育方式都有其价值。大陆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这也很重要。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最终他们达成共识，让阿宝接受台湾的基础教育，培养他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同时适当引入一些大陆教育的元素，如古诗文学习和更系统的数学训练。这次教育观念的调和，让小芳和阿伟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学会了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共同点，而不是一味坚持己见。随着交往的深入，两家人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小芳的父母最初对台湾女婿有诸多不满，觉得女儿嫁亏了，但在得知阿伟的真实家境后，他们的态度虽有转变，却依然带着几分势利。阿伟从不计较这些，每次回重庆，他都会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尊敬地称呼岳父岳母，帮忙做家务，耐心倾听他们的唠叨。久而久之，小芳的父母被这个台湾女婿的真诚打动了。妈，你说阿伟和我们重庆女婿有什么不同？有一次，小芳好奇地问母亲，说实话，一开始我真看不上他那股子井号39，小气井号39。继而母亲坦言，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待人真诚，从不虚伪。现在想想，那些开豪车送名表的女婿，有几个真心对待老丈人丈母娘的？多数不过是做表面功夫罢了。这番话让小芳感动不已，她意识到真正的家人之间不需要用物质来维系关系。阿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孝心和诚意，这比任何贵重礼物都有价值。同样，阿伟的父母也逐渐接纳了这个性格直爽的大陆媳妇儿。最初，他们对小芳的铺张习惯有些不理解，但看到她为融入台湾生活所做的努力，以及对阿宝的用心照顾，老两口的心渐渐软了。去年中秋节，两家人首次在台北团聚。饭桌上，小芳的父亲举杯感叹：“两岸一家亲啊，虽然隔着海峡，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无论政治如何变化，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是最坚固的纽带。如今，当小芳和阿伟回顾他们的跨海恋情，那些曾经的误解和冲突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他们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找到一个愿意与你一起成长，共同面对挑战的伴侣。而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或已经步入两岸婚姻的朋友们，小芳和阿伟的故事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文化差异不是阻碍，而是丰富生活的调味剂。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跨文化婚姻的基石。无论身在何处，家人的支持和陪伴都是最珍贵的财富。两岸一家亲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千千万万像小芳和阿伟这样的普通家庭用真实生活诠释的情感纽带。正是这些纽带，让分隔两岸的海峡不再遥远，让不同的文化在碰撞中创造出新的火花。亲爱的朋友们，小芳和阿伟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我相信他们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展开新的篇章。无论未来如何变化，这对跨越海峡的伴侣都将携手前行，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美丽传奇。我是丽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